隔壁住着一位女杀人魔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隔壁那栋房子空了快1年，一直没有租出去。听说那房子阴气很盛，之前有个女大学生死在了里面，一到雨天就能在屋外隐隐约约听到女人传出的哭声。这种鬼屋自然很难出租。就在上个月，新搬来一个漂亮的女邻居，她穿着刚过大腿的旗袍，散着波浪卷的头发，白皙的皮肤加上勾人的眼睛，是男人难以抵挡的类型。那女人名字叫江田，看样子比我大几岁。第一次见面，她找我借清洁的工具，她敲开我的门后冲我笑笑：“打扰了，能不能借您的扫把拖把一用？”你是？她笑着说：“我是刚搬过来的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啦。”我连忙把工具找出来递给他，他冲我礼貌地道谢。第二天他归还工具的时候，送来一盒便当，打开盒子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，里面是一些糖醋排骨，吃起来酸中带甜，外嫩里酥油而不腻。我并非贪吃之人，却在10分钟之内把它吃个精光。我问江田：“这些排骨你在哪里买的？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。”江田问：“好吃吗？”我用纸巾擦擦嘴说：“非常好吃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”江田笑着说：“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就经常做给你吃，不过食材不好弄，得费点功夫。”这个女邻居有点神秘，首先是她的衣着，什么时候看见她都是穿着旗袍，哪怕在狂风大作的雨天，那天气温非常低，我穿着毛衣都觉得冷，她却穿着紫色旗袍站在窗边，看见我正看她，对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还有就是她的生活习惯，她几乎不用任何智能产品，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机，她的房子里都没有，唯一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书，最后就是她的职业，除了隔几天去外面采购一次，她几乎都待在屋里。那么她的收入来源是什么？大概1个星期后，我见到她和一个男人回来，那个男人年纪很大，头发都白了一大半，手还特别不老实的在摸她屁股，而她却没有一丝不悦的表情。我以为那男人是她老公，冲他们打了个招呼。那男人被吓了一跳，问：“谁呀？”江田说：“我邻居。”男人有点急不可耐的样子，拉着江田朝屋里走。那一晚我正在玩电脑游戏，本来戴着耳机，却依稀听到一声惨叫，那声音非常刺耳，就像动物被宰杀时发出的叫声。我吓了一跳，取下耳机侧起耳朵，想听到底是什么动静。结果好几分钟过去，门口响起敲门声，我穿上拖鞋，开门后看到脸色微红的江田，他对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家的菜刀坏了，能不能借用下你的刀？”我从厨房拿刀递给他。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江田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什么声音？我疑惑地挠挠头。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。江田看着我的眼睛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我摊开手。我刚刚在玩游戏，隔着耳机好像听到一声。江田接过我的菜刀，安慰我说：“可能是你听错了，已经这么晚，你应该早点休息。”我看看墙上的时钟，确实不早了，已经快12点。关上门的那一瞬，我突然纳闷起来，已经是午夜，他借我的菜刀想干什么？第二天，江田归还菜刀的时候，如约带给我一盒红烧肉。不知道是他的厨艺太好，还是我饿得太厉害，我很快就把那盒红烧肉吃了个底朝天。江田对我的吃相很满意，全程都带着欣然的眼神。临走时，我问他：“昨天那位先生是？”江田平静地说：“他是我一个普通朋友。”我想起那男人颇为猥琐的小动作，心里有点怪怪的。我问江田：“他人呢？”江田淡淡的回答：“昨晚坐了一会就走了。”过了没几天，江田又带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回来，男孩一只手搭在江田的腰上，整个人痞里痞气。进门的时候，那男孩还亲了江田脖子一口，江田没有推开他，反而只是对他笑笑。难道说这个小毛孩才是她的男朋友？过了1天，江田给我送来一份爆炒牛筋，我问他那个男生是谁，江田说是他的远房表弟。表弟能做出这么亲密的动作吗？我有点怀疑，但无论如何，和什么人有什么关系，说到底也是品性问题。我对江田又没有想法，所以没太在意。直到我哥们阿成来找我的那一天，我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。阿成是我初中就认识的朋友，为人很讲义气，在社会上也很混得开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色，经常看见美女就走不动道。那天阿成正在跟我抱怨我住的地方太偏，江田端着盆子从门口走出来，他踮起脚一件一件的晾衣服。阿成看到江田的模样后眼睛都直了，吞吞口水说：“终于知道你小子为什么搬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，原来有个美女邻居。”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起了色心，提醒他：“你别起坏心思。”我的话还没讲完，阿成已经跑到江田跟前，问他需不需要帮忙。我连忙追出去，对江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朋友，他脑子不大灵光，你别理他。”江田饶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他笑着说：“你朋友一直这么乐于助人吗？”阿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田白皙的大腿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。那天晚上，阿成破天荒地留了下来，要在我这里住一晚。我说：“你明天不用上班吗？”阿成说：“太晚了，我不想开夜车，图安全。”简直是司马昭之心。那天深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想必是阿成开的门，应该又是去找江田搭讪了。我在心里骂了句人渣，就又昏睡过去。可我没能想到，阿成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
我朋友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怀疑他的失踪与隔壁女邻居有关。朋友的车停在小区门口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，我都没见到他的人影，跟他打电话也总是关机。我心里觉得不对劲，敲响了邻居江田的房门。江田一副刚睡醒的样子。怎么啦？你有没有见到我那朋友？没有。他没有在你这儿吗？你的朋友为什么会在我这里？我哑口无言，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成来过他的住所，我只能回到自己的地方，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寻找阿成，一找就是3天，整整3天阿成没有去上班，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公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阿成消失的那一天，江田又端着一盒吃的过来找我，可我根本没有胃口，直接拒绝了他。内心的直觉告诉我，阿成的消失和江田有关，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的谜团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门外的垃圾桶里有一双球鞋，总觉得有点熟悉，在脑海里拼命回想，这不是江田带回来的那个大学生穿的吗？为什么那些他带回来的男人后来都没有出现过？我决定调查这个神秘的邻居。阿成的背包还放在桌子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他们公司好像在做一个袖珍定位器，这个机器只有米粒大小，可以精确定位对方的位置。那天傍晚，我敲开江田的门，假装跟他借东西，实则偷偷将定位器放在了江田的衣服上。之后我便用手机开始对江田实时监控，手机上的光标显示江田一直在房子里活动。可到了凌晨3点，我看到江田出门了，已经距离我超过1公里。我和江田的房子是挨着的，我顺着窗户悄无声息地爬进了江田的卧室。他的房间诡异的要命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。我搜索了一下他的床铺，在他的枕头下面找到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江田穿着学生装，看上去有点憔悴。我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，接着又开了左边房间的门，那是他的书房。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我用手机的照明灯四处打量，发现那些书都是上个年代的书籍，还有一些甚至是绝版书，早在80年代就没有再印了。正当我随手翻着那些旧书时，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很微弱，仿佛有人在呻吟。我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在客厅的角落停住脚步，声音居然是从墙后传来的。难道说这房子还有密室？我认真地检查了每一块墙面，竟然真的打开了密室的房门。我冲着漆黑的密室方向喊：阿成，是你吗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单调地重复2个字：救我，救我。我摸索着走进密室，把手机照明调到最大，照向阿成的那一瞬间，我见到永生难忘的一个场面。阿成只剩下一个脑袋，整个人被装进了一个大坛子里，而整个密室到处是这样的坛子。我看到了那个老头和那个大学生，这是人质。我刚要上前营救阿成，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发现原来是江田回来了。我对阿成说：坚持住，我马上回来救你。接着我连滚带爬地跑回了自己房间，并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吗？我邻居是杀人犯，你们快来！对面的警察说道：请做好自我防护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挂掉电话，我竟离奇地发现手机上显示江田距离我不到10米，随着而来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江田就在我的门外。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来给你送排骨吃了。此时的我早已吓尿，不敢靠近门口半步。过了一会，门外才安静下来。我壮着胆子悄悄走进客厅，离奇地发现桌子上多了一盒便当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。手机突然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我连忙看去，竟发现江田与我不到1米。我立刻感到后背发凉，猛地一回头，正巧对上江田那副诡异的面孔，我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几名警察围在我的床边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江田是否被抓住了，可警察却告诉我，经过与房东核实，你的隔壁根本就没有租户。我被惊住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有这个女租客的照片。说着便将口袋里的照片递给警察。警察看了看，告诉我，照片里的女孩早在10年前就死了，是被一名富豪的儿子给强暴致死的，当时还是我办的案子。但离奇的是，警察竟然在隔壁的房间里发现了我朋友和其他几名受害者的尸体，他们拥有共同的特点，全部都是好色之徒。而当我再次看见桌子上的排骨时，我立即捂着肚子跑去了厕所。